房贷、教育、养老，这三个词汇在当今社会已然成为一种魔咒，萦绕在所谓中产阶级的心头。人们习惯性地将之称为三座大山，仿佛这就是他们生命中无法逾越的障碍。可笑，真正的困境从来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内在的。是你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些是山还是平地。让我们先谈谈房贷。人们总是在追逐所谓的安全感，他们以为只要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生活就有了保障。这种想法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。真正的安全来自于适应变化的能力，而不是固守一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偿还房贷时，你已经输了。你以为你在购买一个家，实际上你在购买的是一种束缚。房子不过是一种实物货币，而你正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兑换这种货币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利用杠杆，而不是被杠杆所困。他们明白，房子只是一种居住方式，而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。那些真正在市场中游刃有余的人，他们的资产配置是多元化的。他们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更不会把整个人生都压注在一套房子上。你看看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他们是怎么对待房产的？他们把房产当作一种投资工具，而不是生活的全部。他们懂得，真正的财富不是来自于固定资产，而是来自于不断增值的能力。但是，大多数人却陷入了一种可悲的循环。他们为了买房而工作，又因为要还房贷而不敢离开现有的工作。他们以为自己拥有了房子，殊不知是房子拥有了他们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那么多人明明有房有车，却活得像是最贫穷的人。真正的解决之道，不是去抱怨房价太高，而是提升自己的价值创造能力。当你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房价增长速度时，房子就不再是问题。但是，多少人真正努力去提升自己了？他们宁可把时间花在抱怨上，也不愿意去学习新的技能。再来说说教育。现在的家长都在给孩子鸡娃，可笑。他们以为是在为孩子的未来投资，殊不知是在透支孩子的现在和未来。真正的教育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是对世界运行规律的理解。那些只会考试的孩子，最终不过是社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。你看看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他们的成功来自于学历吗？不，他们的成功来自于对世界的洞察，来自于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但是现在的教育体系却只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应付考试，而不是如何应对人生。家长们总是在抱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，这只是一种幻觉。在信息时代，知识从来不是稀缺资源，稀缺的是洞察力，是创新能力，是对规律的把握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往往不是出身名校，而是善于学习、善于思考的人。他们明白，学历只是敲门砖，真正的成长在走出校门之后。但是，多少家长真正理解这一点？他们宁可花大价钱送孩子去补习班，也不愿意花时间教孩子如何思考。他们以为，只要孩子考上了好大学，未来就有保障了。殊不知，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今天学到的知识，明天可能就已经过时了。真正的教育，应该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，应该是教会孩子如何去学习，而不是学会什么。应该是培养孩子的好奇心，而不是扼杀他。但是，现在的教育体系却恰恰相反，它培养出来的是一群只会服从的机器，而不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。你看看那些真正在教育领域取得成功的国家，他们是怎么做的？他们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，注重实践能力的训练。他们明白，未来的竞争不是知识的竞争，而是创新的竞争。但是在我们这里，家长们却还在为了一个学区房而倾家荡产。他们以为，只要买了学区房，
孩子的未来就有保障了。可笑！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，不是他上的是哪所学校，而是他的思维方式。一个具有创新思维的人，即使在普通学校也能够脱颖而出，而一个只会死记硬背的人，即使上了名校，最终也不过是一个高学历的平庸者。最后，我们来谈谈养老。这个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钱，而在于价值。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就只知道为工资而活，那么到了老年，自然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。真正解决养老问题的方式是终身学习，是持续创造价值。那些担心养老的人，往往是那些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价值的人。他们习惯了依赖，无论是依赖单位、依赖子女，还是依赖社会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持续创造价值的人会担心养老吗？所谓的421家庭结构，不过是一种短视的表现。真正的养老应该是社会化的、市场化的。那些抱怨养老难的人，往往是那些不愿意接受新事物、不愿意改变的人。你看看那些真正优秀的老年人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？他们不断学习新知识，不断尝试新事物。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，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。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，而是社会的宝贵资源。但是，多少人真正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好了准备？他们以为只要有了养老金，有了子女的赡养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养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生活质量的问题。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就没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，那么到了老年，即使有钱，也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。真正的养老准备应该从年轻时就开始，它包括财务规划，包括健康管理，更包括心理建设和社会参与。但是，多少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？他们宁可把钱花在无谓的消费上，也不愿意投资自己的未来。他们以为养老是国家的责任，是子女的义务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养老首先是自己的责任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现在，让我们把这3个问题放在一起来看。房贷、教育、养老，表面上看是3个不同的问题，实际上却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。这个问题就是，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？你是被动接受，还是主动创造？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他们不会把这3个问题看作是大山，相反，他们把它们看作是机遇。他们明白，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机会。房贷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学习财务管理的机会，是一个理解资产配置的机会。教育，这是一个重新思考学习本质的机会，是一个培养下一代创新思维的机会。养老，这是一个重新定义生命价值的机会，是一个探索人生第二春的机会。但是，大多数人却把这些机会视为威胁，他们被这些问题吓倒了，变得患得患失，变得畏首畏尾。他们把自己的人生局限在了一个狭小的框框里。房子、学历、养老金，这些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他们真的值得你为之付出整个人生吗？真正聪明的人，他们的目光不会局限于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，他们关注的是自身的成长，是对世界的理解，是创造价值的能力。他们明白，真正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创造多少。真正的教育不是你学了多少，而是你能应用多少。真正的养老不是你存了多少，而是你能持续创造多少价值。但是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需要什么？需要思维的转变，需要视角的提升。首先，你需要明白，世界不欠你任何东西。
你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和行动。抱怨没有用，指责没有用，唯一有用的是提升自己，适应变化。其次，你需要学会长远思考，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。一套房子可能解决你10年的居住问题，但一个好的思维方式可以让你受益终身。一个好学历可能帮你找到第一份工作，但持续学习的能力可以保证你永远不会被淘汰。一笔养老金可能让你晚年衣食无忧，但真正的价值可以让你的生命永远充满意义。在此，你需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，不要盲从大众，不要随波逐流。大多数人的选择往往是错误的，真正的机会往往存在于大多数人忽视的地方。最后，你需要有勇气去打破常规。创新从来不是循规蹈矩的结果，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人，都是敢于挑战现状的人。现在，让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：房贷、教育、养老真的是3座大山吗？不，他们不是。他们只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你的思维方式，照出了你的人生态度。如果你把他们看作是大山，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压在你身上的大山。但如果你把它们看作是机遇，那么它们就会成为推动你前进的动力。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是真正的障碍，真正的障碍只存在于你的心中。当你改变了看问题的方式，问题本身就改变了。所以，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了，不要再把精力浪费在恐惧上了。相反，去学习，去思考，去创新，去创造价值，这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道。你可能会说，这太理想化了，现实没有这么简单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这么想，所以他们才会被现实所困，正是因为他们不敢想，不敢做，所以他们才会停滞不前。真正的智慧不是顺应现实，而是创造现实；不是接受命运，而是创造命运。你选择相信什么，你就会看到什么；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。这就是所谓的天道。所以，不要再把房贷、教育、养老当作是3座大山了，把它们当作是3个机会，3个让你成长、让你超越自我的机会。当你这样思考时，你会发现世界突然变得不一样了。那些本来看起来很困难的问题，突然变得不那么可怕了。那些本来看起来无法逾越的障碍，突然变得可以跨越了。因为真正的障碍从来都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内在的。最后，记住一点，生活从来不会辜负那些努力的人，那些敢于思考的人，那些勇于创新的人。无论是房贷、教育还是养老，他们都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个驿站。真正重要的是你在这个旅途中学到了什么，成长了多少，创造了多少价值。所以，不要再被这些所谓的大山所困扰了。相反，去拥抱他们，去征服他们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的超越自己，才能真正的实现人生的价值。这就是我对房贷、教育、养老、中产的3座大山这个话题的看法。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思维问题，一个价值观问题。只有当我们改变了看问题的方式，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让我们进一步剖析这3个问题背后的本质。首先，关于房贷，人们总是在谈论房价，谈论贷款利率，谈论首付比例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为什么你会认为必须要买房子？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有房子似乎就等同于有安全感。但是，这种观念本身就值得质疑。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，固守一地反而可能成为你发展的桎梏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他们不会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一套房子上。他们懂得，
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来自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。他们可能会选择租房，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投资自己，用于开拓事业。因为他们明白，人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固定资产，而在于创造价值的能力。但是，多少人真正理解这一点？他们宁可一辈子为房贷而奔波，也不愿意投资于自己的成长。他们以为拥有了房子就拥有了一切，殊不知他们失去的可能是更大的发展机会。再说教育，现在的家长们都在为孩子的教育焦虑，补习班、兴趣班，各种各样的课程，把孩子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？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，它反映了家长们对未来的恐惧，反映了他们对教育本质的误解。真正的教育不是填鸭式的知识灌输，而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他们的成功往往不是来自于他们学了多少，而是来自于他们如何学习。他们懂得如何提问，如何思考，如何创新。这些能力是无法通过死记硬背的来的。但是，我们的教育体系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。它培养出来的是一群只会应付考试的机器，而不是能够适应未来变化的人才。这种教育方式在短期内可能会让孩子取得不错的成绩，但在长远来看，却可能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。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激发孩子的好奇心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。他应该教会孩子如何学习，而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本身。因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，今天学到的知识，明天可能就已经过时了。唯有学习的能力，才能确保一个人在未来不会被淘汰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谈谈养老。养老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创造的问题。那些在年轻时就只知道为工资而活的人，到了老年自然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。而那些不断学习、不断创新的人，即使到了老年，也能够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。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在担心养老金会不会足够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存了多少钱，而在于你能否持续创造价值。一个真正优秀的人，他的价值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降低，相反，随着经验的积累，他的智慧可能会更加珍贵。但是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需要什么？需要终身学习的习惯，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，需要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。但是，多少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？他们把养老看作是一种被动的等待，而不是一种积极的规划。他们以为，只要有了足够的养老金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养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如何保持生命活力的问题。现在，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：房贷、教育、养老真的是三座大山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山，是因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。他们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了，把它们看作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或政策问题。但实际上，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，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他们不会被这些问题所困扰，相反，他们会把这些挑战视为机遇。房贷，这是一个学习财务管理的机会；教育，这是一个重新思考学习本质的机会；养老，这是一个探索人生第二春的机会。但是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需要什么？需要思维的转变，需要视角的提升。首先，你需要摒弃那些固有的观念。房子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学历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吗？养老金真的能保证一个幸福的晚年吗？当你开始质疑这些观念时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还有其他的可能性。其次，你需要培养长远思考的能力，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。一套房子可能解决你10年的居住问题，
但一个好的思维方式可以让你受益终身。一个好学历可能帮你找到第一份工作，但持续学习的能力可以保证你永远不会被淘汰。一笔养老金可能让你晚年衣食无忧，但真正的价值可以让你的生命永远充满意义。在此，你需要学会创新思维，不要局限于现有的解决方案。房贷解决不了，也许你可以考虑其他的居住方式。教育资源不足，也许你可以探索在线教育的可能性。养老金不够，也许你可以开发新的收入来源。最后，你需要明白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外部环境，而在于你自己。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，决定了这些问题对你的影响。如果你把它们看作是不可逾越的大山，那么它们就会成为压在你身上的重担。但如果你把它们看作是成长的机会，那么它们就会成为推动你前进的动力。所以，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了，不要再把精力浪费在恐惧上了。相反，去学习，去思考，去创新，去创造价值，这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道。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是真正的障碍，真正的障碍只存在于你的心中。当你改变了看问题的方式，问题本身就改变了。这就是我对房贷、教育、养老、中产的三座大山这个话题的深入思考。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思维问题，一个价值观问题。只有当我们改变了看问题的方式，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而这种改变必须从每个人的内心开始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